大家好，眼前这算是百香果种植引发蝴蝶效应的延续啊。因为下雨呢，前院田里的金针花就放着开花哈。开花后呢，竟然可以吸引到许久未见的朋友到来啊，真的是蝴蝶效应的体现啊。花絮结束哈，回到后院呢，采用减法整理环境与降压的过程啊。因为要填平这凹槽，需要不少的土壤啊。就地取材呢，先将这株传说中对保养骨头很好的中草药进行修剪啊，拿来填补凹槽的下层，也多了增加有机质的用途啊。一旁这则是挖掘进水槽时呢所预留下来的土壤啊。土壤回填后，环境立即有了休闲降压的效果啦。这个位置呢，由于取水非常方便啦，很适合芋头跟金针花这两种比较嗜水的作物啦。好处是还可以拿来绿化环境啊，算是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为了降低视觉压力与美化环境最后也就选择种植会开花又比较矮性的金针花啦。而日前修剪七里香时呢，为了加速开花将种子完全修剪掉，不久就开始长出花苞了。这是促进开花，将养分集中到开花上面避免因为长了种子而影响到开花的一个技巧啊。若是需要种子，就只需要留下少量的种子，也是有帮助啊。开始动手从前院进行移植金针花在潮湿温暖的环境下呢，生长的会非常快速了。这日前腾出空间，让落里幼苗可以获得更多的日照。结果呢，金针花继续狂长更是开始长出花苞了。因为已经开始长出花苞，就不进行修剪采用直接分株的方式进行种植啊。由于它的球茎会成团结在一起进行分株时呢，避免扯断它的茎条，得一次多抓几根，才不容易发生拉断的情形啊。更简单的方式就是先一分为二对分的方式会比较保险啊。逐次进行对分后呢，是不需要分到个别都是单株的情形啊，除非可以种植的空间比较大不然就跟青葱进行分株的方式一样，进行移植就可以了。金针花的生命力跟芋头一样非常强几乎随便种都会活了，只要移植后多给水分就可以了。分株完成后，在预定种植的位置挖出2条沟槽。由于这很快就会长出花苞，就不进行修剪了。挖出沟槽的目的呢，可以提供土壤更好的保湿效果毕竟叶片没有修剪掉呢，又种植在比较高的位置上挖出沟槽除了可以快速种植之外呢，土壤也容易有蓄水的能力这在开花期兼顾美化环境的效果。过了开花期之后呢，还可以采收避遇笋的方式食用进入夏天后呢，若有台风，应该也可以当作备用菜算是不错的多功能用途。
我后面剩了，没有啊，没有，哎，没有啊，没有啊。而这一旁的剥皮辣椒做个修正说明哈，剥皮辣椒在比较小还没有变粗之前呢，吃起来非常细嫩啊，有果肉之外呢，还完全不会辣。但是等到辣椒变粗之后呢，一样也会变得很辣。因此，若是不敢吃辣呢，得提早采收哈，不然炒一整盘哈，就变成烫手山芋了。而两种不同的种法呢，对照组很明显的叶片比较小啊，在完全靠光合作用下呢，长出的辣椒数量也会比较少。历经下雨后，环境修整的重心一直就摆在后院啊。日前修剪后的七里香呢，只能暂时先自由生长，等枝叶长得更茂密后，再进行下一步的造型修整计划。至于后院的金针花呢，目前是担任简化降压的角色啦，花苞并不进行修剪啦，让它自由生长，提供小生物的栖息地。只是影片后面出现了惊人的意外哈，而前院雨后呢，土壤比较湿黏啦，也就随性的让金针花开花啊，这也是促使有人大驾光临的原因啊。算是另类的意外收获了。而金针花进入开花期，这样种植的数量呢，一天就可以采收100多朵的花苞啊，要全拿来自己食用哈，也算是一种美丽的负荷了。采收时呢，想吃脆一点的口感，就要提早采收了。不过烹煮时有个重要的环节哈，如果您不知道您种植的是哪一种品种哈，在烹煮前，因为传统金针花有秋水仙碱的成分啊，事先加热汆烫一下，可以避免大量食用导致身体不适的现象啊。采收的时候，只要从花苞的梗折下哈，已经开过干掉后的花呢，就让它自行脱落了。虽然这也有人把它的花拿去炸来吃啊，据说是很好吃啦。最后分享一下反季节种植区的四季豆遮阳效果啦。
目前天然遮阳棚架雏形已经完成哈，四季豆也进入了加速结果的阶段了。至于原本安排的小生物栖息地呢，竟然被小黑先行试用了。虽然它的年纪约1岁大了，但体型早已经不是小生物了。谢谢收看。